一般人的观念都是说 A 酸要晚上擦，否则会变黑。但是事实上呢 ，A 酸是没有光敏感性的，本身并不会让皮肤变黑。那之所以以前会建议大家 A 酸晚上擦主要是因为第一代的 A 酸在日光的照射下会不稳定，容易变质。不过从第3代的 A 酸到现在第4代的 A 酸 Active 是没有这个问题的，它们的化学结构在日光照射之下蛮稳定的，不会变质，所以其实是可以白天擦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皮肤科林正贤医师。那上星期天呢，是台湾第4代 A 酸 Active 的上市发表会，不少来自国外的痘痘专家和大师，还有台湾好几位医师都有发表不同主题的演讲。那我也是主持人之一，我们诊所的杨显山医师也分享了我们诊所的使用经验。那这个会议呢，包括线上和线下，总共大概300多位的台湾的皮肤科医师参与，大概占了全台湾皮肤科医师的1/3。那现场呢，也展示了从50年前的第1代 A 酸到现在第4代 A 酸的历史演进。那这场会议呢，包括最后的 Q&A， 长达5个多小时，内容非常丰富。那我特别针对大家比较常问的问题，在这里做个整理，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。我们在之前呢，杨显山医师有讲了新一代的外用 A 酸，也就是第4代的 A 酸 Active 它的作用原理，我们就不再赘述，大家可以自己复习一下。那 Active 呢，除了可以治疗脸上的痘痘和粉刺之外，有几个很特别的点，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。首先第一个呢，是它对黑痘疤的效果。Active 对于黑色痘疤的淡化效果，比起以前的几代 A 酸，淡化的效果更快速。那第二个是凹痘疤，对于刚形成的轻度到中度的凹痘疤 ，Active 也可以有改善的效果。这对于预防痘疤的形成很有帮助，因为你可以用比较少的费用，就可以省掉之后好几万元的雷射治疗痘疤的疗程，还不一定能让痘疤完全变平。比较起来实际上很划算。那第3个呢，是身体的痘痘。以往大家在治疗痘痘的重点都摆在脸上的痘痘，但其实身上的痘痘也很常见，却很少被注意到。那这个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身体是被衣服盖住的，一是不容易看到，或者有些人呢，他虽然知道胸前和后背有痘痘，但是不好意思把衣服拉起来给医生看，特别是女生，那最后呢就留下肥厚性的疤痕，甚至是蟹足肿。那 Active 呢，对于身体的痘痘有相当不错的效果，我们自己的临床经验也是看到患者有不错的进步。接下来是谈到 Active 刺激性的问题，虽然 Active 的效果很不错但它和其他外用的 A 酸一样，刚开始擦的时候会有一些刺激性，包括脸会发红、会干燥、会脱屑，甚至有灼热和刺痛的感觉，我们叫做A 酸皮肤炎，它发生的几率大概有 12% 左右，比例不算低。那有些患者呢，这些症状会比较轻微，但是有一些患者的副作用就很明显。这除了是外用 A 酸的本质之外也和擦药的方式错误，或者是本身皮肤比较敏感有关系。那一旦发生发红和脱屑，就会造成患者无法再继续擦下去，而影响了整体的疗效。那下面呢，我就综合整理一下国内和国外的讲师们他们分享的减少 A 酸刺激性的方法。那第一个呢，是从局部开始擦起，你可以先针对有痘痘和粉刺的地方，局部点一点点上去就好。那其他正常的皮肤先不要擦到，等到1个星期适应之后，再慢慢扩大一点擦的面积，再经过1个星期之后，再增加一点，这样慢慢增加，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皮肤就会慢慢适应了，而且比较不会经过严重的刺激期。那第二个呢，是减少使用的频率，这是国际级的痘痘大师 Jerry Tan 教授提供的方法。刚开始第1个星期擦的时候，可以1个礼拜只擦2天，譬如说星期1和星期4，或者是星期2和星期5，或者是星期3和6。然后呢，第2个星期再改成1个星期擦4天，譬如说星期1、3、5跟礼拜天。然后呢，第3个星期再改成每天擦，这样也可以有效的减少刺激性。那第3个呢，是极短时间的疗法。有一些国外的讲者有提到极短时间的疗法，我们叫做 short contact therapy， 也就是说呢，你可以在睡前半小时到1小时就先全脸薄擦 Active， 然后在半小时到1小时之后就把它洗掉，再擦上乳液，然后再去睡觉。那等到1个星期之后呢，皮肤比较适应了之后，再慢慢拉长时间到1到2个小时再洗掉。这样根据你的肤质和肤况，还有擦药之后的反应，每1个星期都增加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药物停留的时间，一直到你可以从大概晚上6点的晚餐时擦药，到10点、11点睡觉前洗掉。这样连续4、5个小时的药物停留时间都不会刺激的话，就可以睡前擦，隔天早上起床之后再洗掉就可以了。这样渐进式的擦法会让皮肤慢慢适应，也可以减少 Active 的刺激性。那第4个呢，是按压法，你先把压出来的药物涂在你的手掌上，
然后在脸上分6到8个区域按压上去，再慢慢推均匀，这样就可以避免局部的量差太多所造成的刺激感。那第5个呢是三明治的涂法，这也是 Jerry Tan 教授提供的方法，也就是你晚上在洗脸之后啊，先擦一层薄薄的乳液，再擦 Active， 然后再擦一层乳液，这样有效的 Active 就包在2层乳液中间，就像三明治一样，所以叫做三明治的涂法。那如果你皮肤的耐受性比较好，也可以在擦第1层的乳液和第2层的 Active 之后，不用再擦第3层乳液，这个叫做开放式的三明治擦法，英文叫做 Open Sandwich。不过呢，不管是擦2层或是3层的三明治，因为是先擦乳液再擦药，药就被挡在外层，进入皮肤的药量就会减少，所以会让效果稍微降低一些。因此呢，如果你的皮肤比较油，耐受性比较好的话，可以先擦 Active 再擦保湿乳液，这样 Active 直接接触皮肤，效果会比较好。也就是说，擦的方法和你的肤质和肤况有关，最好还是请教你的皮肤科医师会比较了解。那第6个呢是稀释法，一般会建议把 Active 和保湿乳液1:1混合之后再擦上脸，这样也可以减少刺激性。不过呢，要这样做的前提是你要混合的这2样东西质感要接近，因为 Active 它是乳霜的剂型，如果你的保湿东西是凝胶或者是像是凡士林这种油膏，它就无法和乳霜混合的均匀。那像 Active 它的剂剂里面有 Simil-Gel 600 PHA 这种乳化剂，如果你搭的是他们同公司出的保湿乳霜 Redness， 那这样整个的融合效果就会比较好。那你皮肤越是敏感的人呢，越要结合刚刚讲的多种方法来减少刺激性。所以虽然官方的建议是 Active 擦脸的时候是按压1下，擦身体的时候是按压2下，但你还是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状况调整用量会比较安全。那接下来呢是患者常常会问到我问题哈。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A 酸一定要擦到脱皮吗？很多人觉得A 酸要擦到脱皮才有效果，或者是说脱皮的越厉害效果越好。的确虽然一开始会发红会脱皮，但是如果你持续擦 A 酸，皮肤会慢慢产生耐受性，越来越不红，越来越不会脱皮。但是呢，我平常看诊的时候的确也遇到不少擦了 A 酸或 A 醇的患者，严重发红和脱皮，却一直坚持要擦，结果最后变成敏感肌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在擦 A 酸或是 A 醇的过程有顺利度过脱皮、发红的阶段，当然很好。但是如果真的不太舒服，就不要太勉强，最好休息一段时间，加强保湿，等皮肤状况比较好之后再恢复使用会比较安全。所以一开始擦 Active 的时候减量擦或是稀释擦，的确效果会减少一些，但是擦 A 酸或 A 醇的效果主要是来自于长时间的持续使用，不是只看1-2天或是1-2个星期的效果，它通常都要持续半年甚至1年才能展现它的价值。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快速消痘痘的药膏，采取温和渐进的让皮肤慢慢适应，减少产生副作用的不舒服感，是我比较建议的方式。毕竟来日方长，短期有没有脱皮、有没有发红等等这些副作用和长期性的效果关系不是那么的大。那第二个问题是，可以白天擦吗？这个问题邱平奇医师也有蛮详细的回答。一般人的观念都是说 A 酸要晚上擦，否则会变黑。但是事实上呢 ，A 酸是没有光敏感性的，本身并不会让皮肤变黑。那之所以以前会建议大家 A 酸晚上擦主要是因为第1代的 A 酸在日光的照射下会不稳定，容易变质。不过从第3代的 A 酸到现在第4代的 A 酸 Active 是没有这个问题的，它们的化学结构在日光照射之下蛮稳定的，不会变质，所以其实是可以白天擦的。第3个问题是，打雷射前或是要做焕肤前要不要停用 A 酸？如果你已经长期在擦外用 A 酸，而且皮肤也已经适应了，那么在打雷射或是焕肤之前是不必停用外用 A 酸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刚开始使用，不管是第几代的外用 A 酸，而且皮肤正在发红、正在脱皮，而且皮肤很干的阶段，那我会建议你先停用个3天，并加强保湿，让皮肤这些症状比较好之后，再做焕肤和打雷射会比较安全一点。第4个问题是，小朋友也可以擦吗？ Active 在台湾核可的年纪是12岁以上的人可以使用，那在美国核准的是9岁以上就可以使用。那现在可能是因为饮食西化的关系，小朋友长痘痘的年纪越来越提前，或者是现在的父母开始有预防重于治疗的观念，所以我会建议，如果上了国中的小朋友已经开始在冒一些粉刺和痘痘，或者如果父母以前年轻的时候就很容易长痘痘，甚至有留下凹痘疤，我会建议可以开始擦 Active 来减少产生痘痘的机会，而且就算真的有长痘痘，也可以减轻痘痘的严重程度，来避免留下疤痕。那第5个问题是，什么时候可以停擦？有些患者会问说，擦 Active 什么时候可以停药？事实上呢，如果你很容易长痘痘，
那你不管是吃传统的抗生素，或是吃口服 A 酸，在痘痘消掉之后，其实我都会建议可以持续长期的擦 Active， 因为我们之前的影片有讲过啊，痘痘的来源是粉刺，那粉刺的来源是微粉刺，也就是肉眼看不到，但是显微镜底下才看得到的粉刺。那这些微粉刺呢，未来都很有可能在适当的机会之下，像是熬夜啦，或是女生的生理期来啦，或者是吃油炸的食物等等，就变成爆痘给你看。所以呢，平常持续代谢这些微粉刺就变得很重要。所以长期擦是没有问题的。Active 可以取代口服 A 酸吗？那当然是不行咯。口服 A 酸目前还是治疗各种严重程度的痘痘时候呢，效果最好的药。当然呢，在吃口服 A 酸的同时，也是可以合并使用 Active 来进一步减少黑痘疤和凹痘疤形成的机会。不过呢，因为在吃口服 A 酸的时候啊，脸会比较干，所以你在擦 Active 的时候要特别小心，才不会脱皮的太厉害。那之后呢，我还会帮大家分析痘痘的外用药膏，包括抗生素，包括杜鹃花酸，还有包括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Epido， 以及今天介绍的 Active 要如何选择，做一个完整的分析。请大家帮我们的影片按个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右下角的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痘痘的外用药膏，包括抗生素，